找我干嘛？喂，小文，上次的钱我去放小额贷款了，结果上家跑路了。我现在在警察局的经侦科，你能不能来一下？你怎么会在警察局啊？我就是知道它是个定时炸弹。小文啊，你可得帮帮我。帮你什么呀？我拿了钱，我没有去找女的挥霍呀，我就想自己做点事啊。以后就不拖累你姐跟你，我就跟朋友去做了小额贷款。这本来好好的呀，可是后来他们就卷着钱跑了。得了吧你还得把钱还给夏家，你还有钱吗？对呀，不然我就要坐牢了。我刚刚从里面出来的。那我帮不了你啊。我因为我的那2万，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着你帮我，可是我这钱得还你姐，还得还夏家，我真的很难呐。你借别人的钱，你就是要还。我现在就把我的那笔钱还你，你的事我管不着，我也不想管。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那不行，你姐那还有我写的欠条，这欠条总归是个把柄吧。我真不想要再知道这个男的还有什么幺蛾子。反正也是空窗期，试试吧。哎，多多啊，不如我们俩试试谈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确定吗？我可没觉得你有多喜欢我。是吗？但我跟你都这么矬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吧？啊？试试就试试呗。好，那亲爱的男朋友，你待会儿想要吃点什么呀？这个啊？你身上有多少钱？我看看啊。那我现在余额还有180块，花呗呢已经欠的刷不出了。我也跟你差不多。唉，不过吃一顿饭应该是够的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要搞一笔钱出来还给别人。我可没路子啊，还有违法的事情我可不做。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紧张，下午转给你好了。微信都是实名认证的呀，我也跑不掉的了。哎，不是哎，是有个人欠我一笔钱。欠多少？1万。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他是个渣男。上一次那个男人想要吃我豆腐，结果我吓跑了。之后想要再找他出来，他也不接我电话。这不是个人渣吗？是的。哎，男朋友，我觉得我们俩可以约他出来，也许他肯出来了，我们就逼他还钱。我可是在帮你做事儿，你按摩不得卖力一点？行，这样子舒不舒服？行。哎，这个人是叫大宝。是的。怎么会有人叫这么 low 的名字啊？我还小宝呢。搞定。这么快？哎，你挺聪明的嘛，申请了个信号嘛。约吗？哎，那开场白呢？不需要吗？不用啊。但那个女的头像你用了谁啊？头像？哦，宅男女神，油腻男杀手。哎，日本的。这样也行吗？当然行了，直男可是很容易、很简单搞定的生物。看来男的还得男的搞定。
约哪里约？男人呀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所以现在就直接约酒店了吗？不，套路懂吧？先见个面，彼此满意，再约。我怎样才能表现到没这么刻意的出现在这儿？哟，你也来这里喝东西啊？是的，怎么这么巧呀？我来陪你喝一杯吧。哎，这里有人了。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钱还我呀？会还的，会还的，晚点再联系好吗？行什么呀？亲你也亲了，摇你也卡了，你可不可以拿出点男的样子？要么就把钱还我，要么就把酒给我。行，我明天就给你。不行的话，你打电话报警好了。我不要明天，我要现在。我说明天就明天。如果你还坐在这里纠缠我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谁能知道我拿了你的酒？谁能知道我没给你钱呢？没关系的，我就是知道你会耍赖。我今天就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哎，电话响了。走开！哎，大宝贝儿，你谁啊？你在哪儿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的是凶。那你要么就把钱还我，要么我就把你的车刮了。哎，我倒是想要知道你会怎么选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警察呀？不是，我看他有前女友了，上了一个有钱男人的车，怎么回事？认识他新男朋友。我靠！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怪不得他常常跟我说不想要谈恋爱，原来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。他刚才是哭了吗？他就从来没有为我红过1次眼。哼，笑什么呀你？你知道你这种人叫什么吗？什么？年纪轻轻，没有工作，整天吊儿郎当，游手好闲。谈个恋爱嘛，像过家家一样，整天怨天怨地怨社会。一个女孩子把自己过得像个垃圾。你才是垃圾，我是有工作。好，钱给你。像侬这种人啊，我真的是看不起。麻烦侬滚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去拿到了。拿到了。
心。天有点冷啊，我们回去吧。豆豆，我们算了吧。我再也不会逼你做我的男朋友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爱过对方，对吧？我们以后也别再见面了。我要去上班，你保重。像侬搿种人啊，我真的是看不起。麻烦侬滚得越远越好。嘿，小文，我找到 bug 了，我找到问题所在了，刷差评的根本我给解决了。是我拿了钱去刷差评，那些都是我，那些小号都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个垃圾。不是你的错，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，才会让你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我是个坏人，好吗？我知道是你刷的差评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让你犯错？是我的原因，我改正了。为什么不要怪我？你知道我的人有多差劲吗？不是，小文，因为我相信你，就像你一直相信我一样。不要相信我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相信我？这不是你的错，因为我知道你缺钱，所以我帮你找到了赚钱的办法。我会把你捧成 KOL。你明知所有的错误都是我已经给改正了，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了。你明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记忆回首，画面重塑，对你来说不过一般空。我们能有多么特殊？像过本就是在钢筋水泥间追逐，渴望爱情却怕报复，没真正享受过苦。装什么呀？你明明很痛。你该不会觉得我是你的朋友吧？我可没觉得你有多喜欢我。但我跟你都这么挫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吧？啊？你其实挺自私的，一个女孩子把自己过得像个垃圾，谈个恋爱嘛，像过家家一样。算了，我们这样子也配得上谈恋爱吗？只要开心我都 OK 啊，不开心再分手喽。我看都有前女友，少那个有钱男人得逞。我靠！我们从来没有爱过对方，对吧？你其实是喜欢大专的吧？你是觉得自己有多差，配不上别人喜欢你吗？我今天一定要搞定这个瑞瑞，因为他真是个人渣。你的2万块钱我收到了。好呀，那你就还苏西吧，不要再找我。等等，你又想怎样呀？
那笔钱我只能先还景长那一边，至于你姐的钱，我一时半会还不了。那是你的事啊，我只要你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头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做一次堂堂正正的人，把钱还他。消失可以啊，但是你得帮我一个忙，你去帮我把借条拿回来，这样我就没有心理负担。你知道苏琪那个人神经质，我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发疯，拿着借条找我麻烦。苏琪是不是瞎了眼了？找你这种……找我这种什么垃圾啊！我并不是让你选择，这最后一个忙你不帮也得帮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之间这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同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苏琪要是知道你和我合伙搞他的钱，他会怎么想？我觉得吧，苏琪对你很好呀，她可能潜意识就早已经帮你当做姐妹对你了。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啥？借条你看着办，务必给我弄回来。我不管你用任何方法。好看，好看吧？哎，这个来。哦，帅。你眼光最好嘞。当然了，你们两个一把年纪了，这穿的什么呀？不伦不类的。我们老年大学英语班的小姐妹去日本给我们代购的。怎么样？你看叔叔这么一打扮，是不是洋气多啦？那至少得花万把块吧？哎，买件衣服花1万块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爸以前就最讨厌我妈给他买衣服，因为他抠。要不是我妈的赔偿金，他们俩怎么可以活得这么潇洒？君宇阿姨，你就不知道我爸了，他一直就是这么的舍得花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宣布个事情啊。你朱云妈妈要请我们全家到日本的箱根温泉去旅行，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有时间呀？对吧？你们真的不要这样花心思把我们大家聚到一起。我们2个人不像你们，有钱又有时间。是的，要不我不要去，你折现给我好了。反正我急着用钱，搞不好我不去的话，大家都会开心一点。这里就是箱根温泉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吧？哦，好漂亮。你看他玩电话玩得这么开心，应该是有新对象了吧？以他这么爱面子，这个新男人应该心挺好的嘛。但瑞瑞这个渣男也是时候分手了。要不等会儿我们一起晚饭吧？哦，对了，可是我什么也没准备呀，要不然一起叫点外卖？我去做好了。你做什么呀？等你做好，大家饿死了。我晚上约了饭，我不跟你们一起吃啊。你们点外卖啊？那我回家吧，我不跟你们吃了。那都回去了，我送送啊，我送送啊。哎，小文，最近是不是缺钱花了？我看你好像这个……你就收好我妈留给你的东西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死不了的。那你就多注意身体啊。哎，改天我来你家玩。我家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吃我不吃。
为了偷那借条，我居然跟他说我要来他家玩，太丢脸了。我干嘛要带话这么做作？谁呀？我呀，开门。 谁啊？小文来了，快！啊，卡住了！你躲这儿干嘛呀？你呀，真是！你不能藏这儿啊！你太高了，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！给我出来！进屋，进屋！ 帘子拉上，门关起来。来了，来了。干嘛不开门啊？你来干嘛？来跟你玩儿。在里面这么久，干嘛呀？哈？我刚睡醒啊。这说谎水平也太低了吧！你到底来干嘛的？我正好路过，借口敢不敢换个新的？每次都刚好路过，谁信你啊？哎，你最近工作好吗？你好像很少过问我的工作吧？那瑞瑞呢？你跟瑞瑞又怎么样呀？我就是想要突然关心关心你，我想要，不如我们坐下聊天吧。哎，你停！瑞瑞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他如果来找我，我就叫他还钱。那毕竟借条还在我手里嘛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想着拯救他，知道吗？好。我肯定他已经有了个新的男人。 这里是你的房间吗？我要参观一下。正在大扫除，很乱的，不要进去。什么声音啊？我们去看看。啊，是老鼠。我知道你怕老鼠，我去帮你抓。谁说我怕老鼠的？我最喜欢老鼠了。你快去，我自己看着。他买了这么多李明志的红酒，了不起，我藏好了。别出来！哎呀！你在找什么？找吃的。吃的应该在厨房啊。 哎，我要不要参观参观你的房间呀？我的房间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好不好？这条就在房间里头。你到底来干嘛？好吧，我还是先走了，改天再找你。他的心脏应该快跳出来了吧？我还是走了。哎，我自己走，自己走。 各位同事，我决定了，咱们公司推出一个新的业务，叫达人推荐，更精准、更垂直、更有影响力。首批达人由咱们公司的员工担当，我会挑选几名文章写得好且形象不错的同事，进行全网发图文和导流。有钱吗？啊，当然，除工资外，每篇文章的导流由商家直接出钱。
公司和达人对半分。小文、Linda、李刚，你们3个人分别出3篇文章，根据自己的风格，我交由商家看看他选择想用谁。李明之来选，他应该是觉得谁的好看吧？老板，你看我这个形象行不？可以。老板，这个我在行啊。我的形象也可以吧？可以。那我觉得我还行啊。只要大家感兴趣，欢迎踊跃尝试。那就是我了。口碑导流肯定是美食类最快的，我现在就去体验一下。全部都这么贵，我哪有钱体验啊？哎，你来干嘛？等你下班。少来！真的，上车吧。你这是来这儿等我的吗？我想见你了，不可以吗？可以。好久不见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还能怎么样？混日子呗。那一起吃个饭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但我不可以吃很贵的，人均100块，行不行？轮得到你请客吗？上车吧。大专，这个送你的。啊，这瓶好酒放了好长时间，一直都没机会喝。那今天就喝了，反正有他在，不怕喝不完。那你给我这么贵的酒，不是很浪费吗？反正今天你们尽情喝，我先说好了啊，这瓶酒我送你的，之后点可要花钱哦。你看，抛砖引玉。你这一招挺厉害的嘛，你就是想要把我们灌醉，然后再开一些比较贵的酒，你想要我倾家荡产呀？不至于吧？这点酒就让你们倾家荡产了？我不知道他，我绝对可以，一瓶这个立刻破产。哇，这家店好好吃啊！重点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它免费。所以你要当 KOL？ 是的，我要写文章导流。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但我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。我除了刻薄的话，我写不出来好话。那你就刻薄的表扬呗，不很真实吗？刻薄现在也可以表扬了嘛？哎，你请我来吃饭干嘛？没干嘛，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，在网上那么厉害，本人却那么怂。我这样子也算是厉害，大壮是见鬼了吗？来 ，Cheers。小文，你喜欢我吧？喜欢，好喜欢，但我不配。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，这一点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是个有钱人，就可以活得很潇洒，而我呢，我8年没有发过工资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也觉得很丢脸。我家里的人，他们也不太关心我。朋友，我没朋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要交朋友是要花钱的。我每一天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我就想着，我怎么可以混个几10块，然后到我下班了，我就会装我是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，一样的活得好，一样的不孤单。你现在会明白，我们为什么是2个世界的人了吗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喜欢你？我不明白，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知道我1分钱都没赚过吗？我民宿都是赔的，
我每一分每一毛都是我父母给我的。他们离婚了，你觉得他们在乎我的感情吗？我去外国读书的时候，完全不能进入白人的世界，连 ABC 都排斥我。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做一点事情，然后呢，人家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朋友。所以小文，我们是一个世界的。你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一无是处。我喜欢你 ，I like you a lot. We wouldn't be lonely, or at least be lonely together. 喝酒吧。喝酒。好了，你不用再打给我了，我到家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拜拜。哟，跟谁发消息呢？那么开心，可我就没几句好话。你躲在这里干嘛？借条找到了吗？我就知道我骗不了他。这上面的字是没错，但是签名不是我的。你这造假的技术也太弱了吧？这借条啊，我找不到，我也不想帮你找。也许你一定要告诉苏西的话，滚呀，去！你不怕伤害到苏西吗？她可是一根筋哦。你就不怕刺激到她出什么意外吗？钱反正我已经还了，我待会儿就把你拉黑，你不要再恐吓我了。还有一个重点，我在苏西的心目当中，并没有你想象当中这么重要，她根本不在乎我。OK， 走着瞧。宝贝，最近好吗？你干嘛拿我手机啊？你的宝贝很多嘛。你懂不懂什么叫隐私？别人的手机不可以随便拿来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对我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那我们就是男女朋友，我为什么不能管你私事啊？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的。我们两个那就是过渡期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只有一片真心，我不懂你们城里人这些花花肠子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借口。你迟早会懂的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知道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没面子，在外面也不敢承认我是你的男朋友。好，我现在就走。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那些复杂的东西我不是不懂，我是不想去懂。
这半年来第一次咱们公司扭亏为盈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发工资。哎，那老板是这半年的工资都给我们补上吗？不，先补2个月，之后的每1个月都会补。哎呦，这李明志总算做出点成绩来了。这个月受客户赞扬最多的是小文，他的文章毒舌又犀利，很受年轻人的喜欢，所以这里是他的奖金。半年的苦逼日子，总算有回报了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没什么。李明志，今天的奖金谢谢了。你打算用这笔钱干什么呀？存起来啊，等到有一天我存够了，我就把我现在住的房子给买下来。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真是好久没有买过我喜欢的了。然后，算了，不跟你讲这些。哎，要不我请你吃晚饭吧？不用了，你自己省着点用。就把你装得满满的。想和你喝酒。好，我来了。来，好久不见。我们都有几年了，好想不出啊。他怎么了？哎，小文，你来了，来，坐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你叫我来是看你喝醉的吗？你不是要请我喝酒的吗？我是，但我没钱请这么多的人喝酒。各位，这位美女就是拒绝我的那一位。我没有拒绝她，我只是想要点时间考虑，不行吗？那没事，你们好好的喝吧，玩得开心一点呀。警告你，你不要再跟着我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好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终于发了工资了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你弄了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？有意思吗？发信息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了，我只是想见你而已啊！你说什么屁话呀？怎么了？我有错吗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跟人家说我拒绝你了？有意思吗？你无聊吗？我无聊，我只想见你一面，我无聊。我他妈一辈子就是无聊，对不对？我他妈的就是这种人，我就是一个 loser， 我需要这些朋友，我是一个假的人。那像你，小文，文章写的又那么好，又是著名 KOL 网红，谁能跟你比啊？你自卑什么呀？大专，就是你没有资格自卑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没有资格自卑啊？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赚的钱啊，就5000块。你他妈的请了这么多人来，我没钱买单。那怎么了？那我有错吗？那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穷。
你不知道什么是 loser。那你知道吗？我他妈就是一个 loser， 我需要钱当一个 loser 是吗？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啊。小文，那你喜欢哪个男明星呢？我喜。谁啊？谁？这么丑你也喜欢？好可爱，他好可爱。谁呀？快说！那个他是渣。谁呀？小文，来一下，有好东西给你看。苏喜寄来了请柬，说是就职 party。我觉得这么隆重，苏喜应该是要升职为亚太地区的主管了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他没有告诉过我。哎，那他升职了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啊？请柬中说要求我们共同出席，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女伴。然后呢？周末我去那里等你。是不是我那一次在他面前哭过，让他误会了我？穿什么好呢？喂，王总。哎，谢谢，没有，公司还没有正式宣布呢。我现在准备去赶飞机了。好，回头升职趴您可一定要来呀。哎，拜拜。哎，穿什么好啊？穿什么好？哎，粉的太可爱了，试试看这个。这个比较像我吧，但也不
够浓重，对不对？哎 What？ 大家好，我是苏西，我是总裁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这太女人了吧？哎，穿什么好？见面吗？今天晚上不行哎，我要陪我老板去我姐的生日趴，之后找你吧。他是很想见我吗？谢谢你们大家。你为什么会这么穿呀？好做作呀！今天你姐姐的生日 party， 我得正式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我是你的男伴，你不也应该穿裙子吗？这是裙子啊？哦，看不见是吧？来了啊！苏喜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谢谢。穿的有点过于隆重了，不过还是很帅的。苏喜，恭喜恭喜升职！我还没上台呢，待会儿上台之后再恭喜也不迟啊。OK， 有数。你们自己照顾自己，我去招呼一下。好嘞，那你先忙。哎，你好，您是李总吗？我是，您是？我是悠悠画报的负责人，我叫 Vivian， 可以跟你聊几句吗？今天苏轼升职了，看起来真的非常高兴。对了，我趁这个机会，我跟他坦白有关于借钱的事。哎，那个人穿的好奇怪呀！是啊，那个人怎么穿的这么奇怪？哎，那不是瑞瑞吗？是啊，他这么好看。哎，瑞瑞，哎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瑞瑞你们来了。哎，瑞瑞，恭喜你们家苏西，你们什么时候有好消息啊？谢谢，很快就会有好消息。干什么你？你在这干嘛？我来祝福一下我女朋友升职，有什么问题？谁是你的女朋友？分手费你已经拿了，还不走？这些都是我的老同事，是他们的。我过去一下。就算不为苏小，我难道不能跟他们来叙叙旧吗？ What？ 是谁让你来的？你的朋友瑞瑞说今天有你什么活动，你请我来参加的。他还说让我穿得帅一点。怎么？前男友不可以和现男友认识？我觉得不光前男友和现男友有必要认识一下。 你还应该认识一下你现男友的太太和孩子。什么？那是我前妻，不是我太太。你乱说什么？那天晚上我不是这么跟她说的。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你女朋友？因为我每次想说的时候，她都不想听。住嘴！ Tony， 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，
现在你可以走了。好一个现场认亲啊！哇哦！第二次，你第二次再泼我水，你觉得我会再让你泼吗？你们姐妹俩怎么都一个德行啊？你谁呀？你服远一边去！冷静点，我告诉你，是你一次次逼我留下，是你不让我走，你横什么横啊？你找个农村发型师，你还有孩子老婆，你不是要面子吗？你不是最要面子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农村人骨子里就是喜欢农村人。你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没事了，大家，你们喝酒喝酒啊，接着喝接着喝，来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好了吗？你拿到钱你就会滚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啊？过去了过去了。钱就让我滚蛋，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是叫花？你知不知道我为苏谢牺牲了多少？多少呀？啊？你为什么要拿过去的破事来讲？为什么不可以放过你自己和他呀？你哪来的脸来做和事佬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给我出主意，分手费你也拿着钱，你不要一转身就想洗白做好人。你是不是也应该滚蛋呢？你给他出主意，让他跟我分手。听我讲，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你们两个还一起分我的钱。钱我已经还了。我说没说过不要管我的私事？我说过没有？那你是当我说话放屁啊？姚蕊，我之所以会给你钱，那是因为我舍不得你，心里放不下你。而你倒好，把我当做什么？骗钱的砝码是吗？你骗我，Tony骗我，许博文，你有什么理由骗我？你缺钱的时候我没帮你吗？你没钱用的时候是我自己掏腰包去买红酒。今天大家喝的都是我买的红酒啊！哎，我是长了一张很好骗的脸吗？你们两个才合起来在背后捅我刀子，啊，捅得很高兴是不是？许博文，你告诉我，我对你做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干什么你了？我干什么你了？你说呀，你讲啊！你都做得很好，都做得很好。我们就去聊一会儿好不好？聊什么？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也不要把自己当我妹妹。下面有请苏西上台讲两句。你们都看什么看啊？我不干了，我辞职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就知道他是个神经病。苏西，怎么办？这次我搞砸了。
活动结束了吗？大帅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来找你吧。怎么了？快进来。你能抱我一下？嘿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嗯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自私、很坏的人。每个人都很自私，就是有的人表现出来，有的人不表现出来。但我总是觉得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我的忙，我自以为是。但到头来，我把别人的生活和我自己的都被我搞砸了。我是不是个很没有用的人？你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每一次当我想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我到头来都是害了他们。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爱。这是付出型人格，你没有错。我没有错，但有的时候，就算我想付出，别人也不一定接受。你是说我？说刚才？我只是不想趁人之危，不想吃你豆腐。你可真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小文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大川，我不可以谈恋爱，我已经习惯了去找一些可有可无的男人陪我，去填补我的空虚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这些话就只可以对他讲，才不会觉得别扭？其实我也一样没有安全感。李明志，苏西，没关系，你别告诉我苏西的事与我无关，我不讲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跟你讲，我觉得没关系。谢谢你。去吧。再见了。我也爱你。
小文，啊，你姐她一直坐在那边。你是怎么找到她的？我一路跟着她过来的。啊，走吧。谢谢你，先回去吧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骗你的钱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交房租，我也不想搬出来。那阁楼对我来讲，它其实也不是个理由了，就是自以为是我。不想要找我爸帮忙，但我知道这个也不是一个去骗你的钱的理由。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10岁，我爸爸带我来的。我妈在这附近开会，让我们在这等她。就是这张长椅，我爸跟我一坐就是1天，我们一点都不敢挪地儿，生怕我妈来了找不到我。从那个时候我就有种感觉，我等的人永远都不会来了。那最后他有来吗？来了。但是我睡着了，我爸呢连夜背着我走了，因为我第2天早上有考试嘛。那场考试我考得特别差，特别差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，可能你对一个人、一件事，你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，那最后你也就不会失望。怎么会有一早就知道的？人就是需要有希望。也许一早就知道，我就不会活得这么差劲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前所未有的轻松啊！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没有那么讨厌你，真的。你不要这么讲，你是想要感动我吗？你知道我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朋友吗？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相处。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太特别了，好不好？就没有朋友是很普通的事，我也没有。你看我干嘛？你看着我干嘛？那你说什么？我们既然都没有朋友，我们自然都没有朋友，那我就送你第一个朋友。
一个并没有好呀。不要哭了，丑死了。不要再哭啦！男孩們來約我一般送花，而無人能似你。大專為什麼會這麼正式給我發郵件呢？冰島，走快一點，快！哎呀，快要到了。等一下，你把我带到这边想非礼我吗？嘿嘿，你想得美，快！所以这里就是你想来带我看的秘密花园？是的，你看蓝色那里，以前我就是住那儿，但它后来拆了。小时候我就很喜欢来这儿玩，我小时候朋友好多的。所以这里就是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回忆。然后大人们他们都会上来下下棋、喝喝茶，来乘凉。现在没有人会上来了，你看，都是空的。那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大壮他跟我说，他明天要去冰岛半年，但我签证都还没办。有钱人的浪漫，其实我真不懂。我明天是要上班的，我怎么可以说走就走？我也料到你可能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给你买了一个随时可以来看我的 open ticket。好，小文，我觉得离开的这段时间对你我都好。你想清楚了，如果是因为爱，那你来找我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正式当男女朋友的那一天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我希望是纯真的。谢谢你。除了会说谢谢，还会说什么？再见。我带了这个给你，我能跟你说说话吗？进来吧。所以大专就这么走了？我刚才怎么就可以跟他说有关于大专的事儿呢？是。那你怎么不去冰岛？不现实。什么叫现实？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，现实这个词好虚幻。得了吧你！我不是你，我没存款，不可以说走就走。我怎么觉得我比他还务实呢？现在，你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聊得来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的事情我也管不着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
开门。有完没完呀？他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！来了，你的行李我给你收好了，还有你的银行卡和交通卡，全都在这儿。拿好了，没什么事儿别再来我家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，我会报警的。我就几句话，说完我就拿东西走人。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也在啊？是啊。你能不能出去一下？我有话和苏西说。不可以。能不能让你这个假妹妹出去一下？我有话说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有话你可以现在说，不说你可以立马走。苏西，我知道我是个烂人，我没有工作，我还经常和别的女人出去，我也一直花你的钱。我知道你们姐妹都看不起我。他还为了你调了工作呢。你闭嘴 ！OK。可是你跟我在一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整天出差加班，是谁在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？谁在天天听你出谋划策，听你倾诉？下雨天我接你，你要蛋糕我就去买。你拿蛋糕砸我一脸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你的姐妹泼我、羞辱我，是谁在舔着脸一直伺候你全家？打扫卫生和做饭那是阿姨干的，蛋糕砸你脸，你很清楚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出轨。是阿姨。可是你知道你平时多强势吗？你有给过我一次机会听我的想法吗？所有的事情你说，你责怪我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决定，我要做你喜欢的事情，扮演你喜欢的样子。是，我知道我是个烂人，可是我他妈做这一切都是要引起你的注意。我只希望你能够看我一眼，哪怕只有一次，在乎我一下。跟你在一起的这5年，5年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清楚的知道，你不爱我。你和我在一起，你只是需要我，只是因为面子。但是我懂你啊，我可以忍受你所有的神经质和坏脾气，哪怕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。你也清楚的知道你根本就离不开我。今天我只想最后说一次，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？还能不能回到过去？高瑞，我不爱你了，我不想再麻痹我自己，我不再需要你了。接下来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所以呢，我的回答是：不能，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走吧。接下来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
大专，我想好了，我会来找你。至于打给我干嘛？什么？爸得了癌症？你爸这癌症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配合治疗，还能怎么办呀？他可真会踢皮球。治疗是要治疗，可现在最好的医院都已经排不上位置了。医生说这个病得要尽快手术，必须要专家特需门诊。你说哪个医院？我想想办法去。国山医院据说是最好的，他们有微创技术，创伤小，但这个技术特别新，费用也很高。我现在的钱呐，都在那股票里面呀。现在股市又是一塌糊涂，实在不行我就割肉好了。割肉也没几个钱啊，这不亏大了。嗯，就不能找点什么钱垫上啊？你不用看我了，我有8000，你们通通拿去用。妈，你就没点表示吗？我的钱都在生意里边儿。我觉得吧，你爸这个治疗费还是 AA 制比较好。毕竟我和你爸谈恋爱以来，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 AA 制的呀，对吧？再说了，我也没问你爸要过什么车啊、房什么的呀。不如这样子吧，我们把妈的赔偿金拿出来用。现在最重要就是把你的病治好，再不够，我来想办法。之前答应大家的期权，今天可以兑现了。公司这么快就有钱啦？对，有个大公司想收购我们，觉得我们做得很垂直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自己的分红。好耶！是不是有什么附加条件啊？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会派一个新的 CEO 来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太擅长管理公司。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呀，我们只是想混混日子而已，对吧？什么期权呀、分红啊，没这么简单。不是人满人马有什么意思呢？可是一下能有很多钱呀。现在钱也不是一次性能拿到的，而且我们还得继续在这上班。对呀，这拿了钱肯定要绑定业绩啊、指标什么的，对吧？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那不是你当老板了，有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时候到呀？我到机场来接你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冰岛，以后再联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小文，干什么呢？在找医院给我爸。什么病啊？胃癌，除了找医院，还得搞钱呢。我忙着呢。治疗胃癌最好的医院是国山医院，我可以帮忙找到医生。真的？快来，坐。为什么对着李明志，我就会比较容易开口叫他帮我？你缺多少钱呀？50万够吗？你别闹了，你哪有钱呀？我可以把股份卖掉啊。不，我不会要你的钱的，你可别。走。
早点回去啊，别休息太晚。哎，谢谢你。给你发信息也不回，就知道你躲在这儿。买了你爱吃的鸭脖子，谢谢。我之前就不爱钱，现在既然生病了，才知道花钱如流水。钱筹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怪我妈，她这个人吧，就是太现实了。我听说从主家庭的老人家都会很害怕再一次不顾一切的为对方付出。其实也不怪你妈了，他们俩根本没有在一块很久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我觉得她根本没有什么责任去为他付出一切的。小文，我知道你急用钱，我决定卖掉自己的股份。天，李明志他卖了他的股份给我，这个钱我不能收。李明志很明显是喜欢你啊。是的。你们两个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什么哪一步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啊。所以我才内疚，这个钱不能收。给，这个呢是我的一点积蓄，不多，很少的，拿去先治病。不能，这个我不能收。拿着，现在没有用钱的地方。啊，我跟你什么？上次我说那个是气话。我说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，这是事实。但是呢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你是我第3个。钱不着急还给我啊，反正我也不着急用。你什么时候涨了工资，什么时候赚钱了，什么时候再给我。治病要紧。我一定会还你的，不用担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。吓我一跳！在这干嘛呀？我在等你回来，我想和你说说话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苏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很早，22岁的时候就奉子成婚了。后来2个人过了2年就过不下去了。我们离婚后，我前妻就带着孩子改嫁了。我一个人就开始打拼，想要做一番事业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
你一直说我们不是情侣，让我不要问你的私事，也不要知道我的私事。其实，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。那，你多久会去看孩子一次啊？在老家的时候，每周会去看一次。哦。我不是来求你原谅我的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只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还好不好。听说你辞职了。嗯。你有没有想过我？想过。那我们不知道。你是介意我离过婚，还是觉得我档次低？你说的这个都不是我现在在意的。我只是真的不知道，如果我跟你，如果我们走到一起，最终会去到哪里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不是一类人。一类人，这些话真的很空。其实你还是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对吧？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谢谢你，但我还是会帮你想想办法的。出来一下。哦。哎，你跟我说你认识这里的医生哦？你在骗我的吧？你是怎么排到号的？就没怎么。啊？我就每天去门口等他，找他，求他，烦他。你明知的绝杀，诚意动人。我想我不能出钱，出点力总可以吧？但你知道吗？你这么的对我，其实我跟你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无论如何，我这一次还是挺感谢你的。你别担心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像你支持我一样，我支持你。有了他的这句话，
我就没这么内疚了。您这个辛苦了，您就别，没必要，没事，您太辛苦，没必要。谢谢。走。没事，真的，太累了。您真的，我没那个，不是真的。你找别的推吧，这么喜欢推。朱雨，为什么不做化疗啊？我给你发信息让你来交钱，你都不回我，那就没办法治疗了。为什么要等我交钱呀？我们的钱都用光了吗？还有我妈的呢？我可不知道啊，自己问你爸去。爸，你都病到这个程度了，妈的这笔钱是用她的命换回来的，该花就花呗。那个钱我都花完了。我就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妈出事以后呀，我真是想了很多。她节约了一辈子，什么福都没有想到，我有什么好东西没给她买过，所以这钱该花她就得花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有个三长两短的。我就用那笔钱买了个钻戒，想跟你钟阿姨结婚时候用的。买了个钻戒，你100万你就买了个钻戒给她？你看我干嘛呀？我们一直都是 AA 制的，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花钱呢？什么 AA 制啊？我爸生病之前我没有看过你 AA 制啊，去旅游没有，买东西也没有啊。这个叫恋爱成本，你懂不懂啊？我真不知道我爸看中他什么，老年人的爱情我不懂。哎，爸，你爱怎么花钱我管不着，你还爱不爱我妈我更管不着。但这笔钱有一半是我的，你们俩还我。我知道这笔钱没有征求过你的同意，我就给花了，是我冲动了。钻戒买都买了，退也退不掉，那怎么办呢？既然你们俩这么有想法啊，那应该不需要我在这儿吧？那我先走了。小文，小文呐，你这什么时候能改一下呀？没事，走，这孩子随他去吧。好啦，别生气了。你爸都已经想你好多天了，你下楼去陪陪他吧。你知道我是对于钱大大咧咧的一个人，我不是生气那笔钱，我是生气为什么他要骗我？为什么呀？那说不定，正是因为你爸真的很喜欢我妈呢。我知道，你妈的事情，在你跟你爸的心里，那是永远都抹不去的痛。但你要知道，人不能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啊。你何不让他抓住，然后走出来？得了你，在医院穿套装，你就觉得你能说服我呀？像个专业人士的啊？我穿套装有问题吗？我24小时都这么穿的，你不要又想要来评论我的风格。没有了，习惯了。哎，
你呀，找到了工作没有？我现在怕是很难找到工作了。为什么？上次那件事情，我已经成整个业内的笑柄了。你知道我们这行有多要面子的。没关系，你这么专业，你能力这么高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在意的。怎么可能不在意呢？你要知道，干销售的，如果我们的面子出问题了，那会影响到我们的扩展的。尤其是做市场，无懈可击的完美外表，是一切销售的前提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？可能等你爸病好一些，出国进修吧。不可能，他是闲不下来的。你看他一身的套装，就是因为他每天在幻想自己在上班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对，我是他的家属。账上没钱。好，谢谢。我的钱已经用得快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手术治疗可怎么办啊？我能接的都接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谁呀？Susie，开门。我妈。来了。妈。干嘛啊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他的。看见他就觉得他烦。这是我跟你爸买的重疾保险，他不知道，受益人是你。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盯这个，现在赔付下来了，看病的钱全额赔，还有康复护理费好几十万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爸现在还好好的，所以这个钱我会给他。至于他怎么处理，那他的事。怎么觉得我欠他们家太多的人情了？哎，志宇，谢谢你。我们老年就是这样相处的，他付出多少，我也一样。平等尊重的相处，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活法。好了，我还约了小姐妹做身体，走了。我送你，不用。天哪！我就是觉得我之前可能压力太大了，就老是对你妈不好。不要想那么多，换了是谁都会着急的，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对吧？是的。这样子也好，就代表说，我可以很快就把你的钱还给你了。我又不着急。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外国读书啊？嗯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地方，认真学习。学习什么呀？学校是不允许你穿套装的，你知道吗？谁说的？再说我又不是只有套装，我可以穿别的。它只有套装，你不要再逃避了，好不好？你明明很喜欢上海，你也很喜欢上班，干嘛要走？我告诉你，他肯定有牵挂在这里。还有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外国读书吗？为什么？套装。什么意思？那里的男人不喜欢女人穿套装。我又不是去找男人的。再说，我穿不穿套装关他们什么事啊？单身无所谓。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在上海也没有男朋友啊。再讲一次。
苏西，你在家吗？完了完了！苏西，我想和你聊聊。苏西，眼睛有问题吗你？你帮我开门，就是我不在。我是你阿姨呀。帮我去吧。为什么要我帮你？我不想去啊。夸我。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，那你呢？排第2。苏西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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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走了。啊，走了就好。我跟你说，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一下来，我马上就走人。我太理解他了，他越说没事就是有事，他越说想走就是走不掉。看着，真的，很快就走。哎，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你才神经病，我正常很。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骗你，你知道吗？马上就要手术了，你们不要紧张。术前检查都挺好的，具体时间呢，等待医生通知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我怎么觉得我的腿有点飘呢？我想跟小文说几句话。妈，我陪你出去走走吧。好。小李啊，哎，你也过来坐吧。哎，好嘞。小文呐，凡事呢都有一个万一，对吧？马上就要手术了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啊，我要是挺不过来了。不要这么说了，不吉利。我是说，如果要挺不过来的话，你要答应爸爸，好好的活下去，真真正正的好好的活下去。我本来就活得好好的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啊，你别担心。小李啊。叔叔觉得你是个好小伙子，以后他的人生就拜托给你了。叔叔，小李，我这个女儿，我最了解她的。其实，你不要看她平时不懂事，又喜欢惹是生非的，她其实是最善良、最善良的呀。你看她的一举一动，跟她妈妈是一模一样的。叔叔，我答应您，医生也说过您会没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照顾好小文的。医生，他怎么样呀？手术很成功，所有的病变细胞都已被切除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
吹的没事了，他没事了。小文，你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嗯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好的好的，放心放心放心。哎，叔叔，哎呀，哎呦，慢点慢点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其实李明志在关键的时候还挺靠谱的。小芝啊，哎，叔叔，我想喝口水。哎，我给您备着呢。小明这孩子比我反应还快呢。我爸妈都喜欢叫我小智。小智也不错。小明我更喜欢。我呢，在医院的时候考虑过了，等你爸身体恢复些，我们想要补办一场婚礼。朱云，他也太会出风头了吧？妈，当下正是到处都要用钱的时候，最要紧的应该是治疗吧。癌症也好，大病也好，主要还是要心情好才能积极面对嘛，对吧？对。况且呢，我和你爸商量过了，咱们不能因为生病这件事情日子都不过了吧？有意义的事情还是要去做的。你看看啊，我就是这点心愿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活多久。哎，不许这样。没事。你看看你们朱云阿姨都不介意再陪我再活一次，你们不感动不说，什么态度嘛？什么态度？我不是不感动，我是怕你经不起折腾。结婚好刺激的。这次所有的费用我出，照顾好你爸，咱们自己策划，他到时候开开心心来参加就好啦。来，坐。哎，穿得这么夸张，我们是给钱请了司仪呀。露肩包身裙，这是走性感路线啦？这才是真正的我好吗？真正的你原来这么做作的。Surprise！ 干的。哇，小文，你太美了。刚才啊，他就在那边鬼鬼祟祟，不知道想干嘛。你一会儿有事儿吗？你干嘛？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我最讨厌就是惊喜，一般来说都会变成惊吓，好不好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在我爸的婚礼里面给我惊喜。今天是他的日子，我去招待客人。不要。哎，您来啦！哎，这边请，谢谢。你在这边忙着，我先进去啊。行，好，那先请啊。花篮怎么回事啊？什么花篮？开业花篮送婚礼上来了，这一看就是你爸的品味啊！恭喜，新婚快乐！哎，您来啦！哎呦，好久不见你了，谢谢啊！里面先坐会儿啊。请。你是不是跟你爸说了？没有。你对我爸真的是一句好话都没有啊！哎，好歹那也曾经是你爱过的人啊，我还是你们两个共同努力生下来的呢。你是得到幸福了，你就不能对别人宽容一点啊？他有他的生活，人家没那么在意。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忙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啊。去哪儿啊？
你准备干嘛？我打算婚礼结束后向小文求婚。What？ 求婚戒指就放在那边了，你觉得浪漫吗？这么快？我怕我不在这浪漫的氛围里趁热打铁的话，小文过了这阵子，可能就对我没感觉了，就可能永远没法在一起了。我觉得你很有勇气，也够努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感情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靠单方面的勇气跟努力就能得到的。更多的时候呢，它是懦弱，是害怕，是纠结，是冲动和渴望。总之，它是要靠两个人共同的创造才能得到的。我懂，一直以来，小文对我不冷不热、不咸不淡的。我就是还想再尝试一下，毕竟我坚持过，努力过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不后悔。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草坪婚礼，真浪漫呀！是的呀，听说新郎来给做化疗嘞。哎，这个不是来冲喜吗？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恭喜恭喜呀！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李明志，在干嘛？坐。小文。我还是说不出口。没有勇气，太差劲了。你想不想要听一些真心话？来，我喜欢你，我是非常喜欢你。但不是爱。就我从小我就没有喜欢过我自己，然后到我妈走了以后呢，我就开始讨厌我自己。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你喜欢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唯一一个一直喜欢我这么久的人。就是因为你喜欢我，我也开始慢慢的学会了爱护我自己。我也是，在这个孤独的世界里，也是你一直认可着我。我曾经以为那就是爱。说画面重塑，对你来说不过一般痛苦。我们能有多么你明知啊，谢谢你。对不起。我还是先走了。
过不俗。不是我失去了什么，我从未得到过任何。小文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知道你爸去哪了吗？我找不着他了。不知道。去哪儿了？这人电话也不接。那我到那边再找找看啊。我也帮你找找看。好。苏姐，托尼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花篮是你送的吗？这是开业花篮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搞什么？我问瑞瑞要了小文的微信，小文邀请我来的。多管闲事。我来只是告诉你，我不会再纠缠你了。听说你要去国外了。嗯。去吧。我在上海的这些日子，渐渐明白了你的话。我们确实不是一类人。你的生活和我的差距太大了，是我自己一直一厢情愿，以为只要彼此爱就够了。其实谁能不在意过去？谁能不在意别人的眼光里生活呢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开业花篮，我连这个都不知道。你简直和我一模一样，讨厌我，却还是活成了我的样子。我之前也像你这样，这么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。我不是你，我没有抛家弃子，去追求所谓的成功。我没有追求所谓的成功，我追求的是自我。你那不是自我。是自私。你爸跟我是高中同学，在农村读到高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只不过结婚以后，他就变得和村子里其他男人一样，整天打牌闲聊。我一边生下你，一边自修了大学文凭。我没办法过这种一眼就望到头的日子。我是想带你来上海的，可你奶奶他们全家都不同意。当时村里人对我风言风语，我都知道。到了上海，也没人看得起我。即便是和小文的爸爸在一起，背后也是有无数人嚼舌根的，这我都知道。可是，这跟自己的幸福比起来，算什么呀？幸福就那么重要吗？责任对你来说，到底算什么？责任。为了他人的眼光，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，连自己都幸福不了的人，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吗？人生不光是责任，更多时候是榜样的影响。苏苏，答应我，让自己幸福就好了。
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在遇难感情吗？小文呐，你说你妈妈会恨我吗？她是现在才开始想起我妈妈。你爱朱云阿姨吗？那你爱我妈妈？我当然爱你妈妈了。那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呀，对吧？可是，我感到很困惑啊。怎么会同时爱上2个人呢？这还是爱情吗？是爱情。年代不一样了，人生你会遇到很多的爱情，很多的情况，然后咱们就是要好好的接受上天给我们的惊喜，对吧？小文呐，你恨爸爸吗？我恨过，我也困惑过。但我看见你跟朱云阿姨经历过这么多的事儿，我就觉得你们俩是真爱了，对吧？以后你就好好的珍惜你们的爱情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小文呐，爸爸有样东西要给你啊。什么？爸爸呀，以前做过很多错事，我太顾及自己了，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保险的钱我跟你朱云阿姨已经商量过了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那个阁楼吗？钱留给你，价钱我已经谈好了，只要你签了字，房子就是你的了。你要记住，你是爱过我妈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以前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，但我还得往前走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要从那个阁楼搬出来。这个我拿。秀文啊，你长大了。我不是长大了，我是变老了。谢谢你，我的乖女儿。我刚才跟他们说，你进来竟然躲雨了。我说雨太大了，我爸说会影响你这么酷的发型。雨停了，该是时候出去了，走吧。
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？我改主意了，我想留下来开一个发型屋。哦，我知道，和那个会穿玫瑰衬衫的 Tony， 人家现在已经改变造型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放飞自我的感觉是不是很爽？挺爽。哎呀，你知道什么是爽吗？爽是这样子，然后放飞自我是2只手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发现呢，喜欢一个人就去喜欢好了，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干嘛？对吧？反正我是不在意了。酷。你呢？接下来打算怎么样？我没打算。其实呢，爱一个人一点都不可怕，难的是你要找到一个能跟你心灵相通的人。所以你如果遇到了，就抓住他，别放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苏西啊，我替你开心。你也要好好的。我会。好了，我的花衬衫 Tony 呢还在等我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走。不要想太多，只是想出来玩。不能顾虑太多，不管别人怎么说。想明白，想不明白，看得开或看不开，谁告诉该怎么办？等你来爱。大川，我准备好去爱你。你等我。只是想出来玩，不能顾虑太多。爱。